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3号。今天的节目呢发上来给大家呢就比较迟了，原因呢是因为今天呢 FBI 呢我们洛杉矶分局的探员呢来跟我呢做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呢主要是根据这2天网上不断的有人威胁我，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很多网友呢都把很多信息发给我，说是呢那一天打盲流子的那个人呢叫做永枪挺锅的这个人呢，昨天晚上8点半钟他发了一个推特，说他呢已经在我家的门外。那么呢他本人一个人来也好，他带一帮人来也好，他随便带哪个人来讲，我呢是根本不会去理会他。很简单嘛，美国是有法律规定的，美国是法治国家嘛，你在我家的界限范围之外，我不会理你，我最多是报警。但是你跨入我家界限范围内，到了我家里面，在我院子里面，只要是在我家的领地范围内，你敢有挑衅的动作，美国是持枪的国家，大家都了解。美国的法律是维护美国任何一个公民他们有权自卫的权利。那么至于发生什么结果，我不需要在这儿讲，大家都明白，你想试试你就试试，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今天上午呢是 FBI 的探员呢和我呢把一些情况呢做一些了解。因为最近这一批人呢，他们在网上呢已经发布了很多信息，包括威胁了很多人。在他们发布出威胁的信息以后呢，当天呢就打了盲流子。那么打完了盲流子的这个人叫永枪挺锅。那么这个永枪挺锅这个人呢，刚刚从警局保释出来，他随即呢他就说他已经到了我家门口。他昨天晚上发布了这么一个推特：你来啊，建明在这等着你啊！你懂不懂？你灭贼，你反共，你灭的哪个贼？你反的哪一个共啊？共产党在美国大小贪官二奶情人有的是，你去反吗？你敢反吗？真正的共产党你反过吗？你在国内可能在共产党的眼里面连个蚂蚁都不算，共产党随便怎么凌辱什么欺负你，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跑到美国民主国家自由国家了，你到美国来，你来灭贼，你来反共，共产党在美国大使馆有的是，你去反啊。共产党的贪官情人二奶在美国有的是，你反过一个吗？你跑来反我吴建民，我吴建民一个做过共产党10年大牢的，一生跟共产党抗争跟共产党斗争的人，你来反我，你来纠集一批人来打击我，你究竟是在帮共产党，你还是在反击共产党？还有很多无脑的人认为加入这个行动就可以获得振臂，你这样的人你能获得振臂？不要说你参加这些行动去打击中共的这些异议人士，你本身就违背了美国的正义价值观，你根本就没可能获得振臂之外，更何况你参与这个行动，你很可能你会触犯刑律，在美国留下任何案底，你还去办振臂呢？你做梦吧你啊！我告诉你们讲，不管你是有脑子还是没脑子，在美国你要遵纪守法，按照美国的法治标准来。如果说你没脑子，你说你去反共，我告诉你啊，共产党在美国的代理机关，共产党在美国的大小官员，他的情妇二奶有的是，你反一个给我看看。如果你是专门找异议人士开刀，是专门跟那些反共人士过不去，你不但不是反共，你就是共产党埋在美国的间谍和特务。那么 FBI 找到你，美国警局找到你，把你送上美国的法庭，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可以讲，朋友们不要担心，我家呢，我所有的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监控探头的。这个呢，我不是今天安装，我可以讲我一直是安装的。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中共重点要打击、重点瞄准的人，所以说呢，我不能不防范。因此呢，我家周边呢都是探头，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也就是你所有的人，你只要在我的探头范围内，我根本就不会去理你。你跨进我家的领地，那你就等待到我自己有权利自卫。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你们也不用发那么多信息给我。好多人发私信，也有很多人呢在我的这个推文底下呢不断地给我留链接。你们知道的信息我都知道，那么 FBI 更知道。那些以身试法的人你就试试，这是美国啊，你以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吗？共产党经常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拆迁现场，共产党可以号召一批流氓、一批红卫兵对人家那些受害人，对人家又打又骂又推搡，然后完全是一副流氓动作。这是美国啊，美国是法治国家，你到美国还来玩中共的那些红卫兵大妈的那一套啊？你试试看呐，大家不用担心。建明年轻的时候就是海军航空兵出身，现在可以讲我来到的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法治国家，还允许的一些流氓到美国来胡闹啊。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交给法律处理，我在这不多讲。是什么人组织了什么人，想达到什么目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眼力判断。这个互联网上所有的信息都公开的，你们一查就知道了。你们恃强凌弱，你们搞错了。你以为我吴建民是你恃强凌弱的人啊？你来试试呢。
好，这个话就讲到这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谈我们今天正经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正经的话题，第一个先给大家做一个更新。更新什么呢？就是前2天往白宫给川普总统寄那个剧毒包裹的那个女人啊，很多人都在问我有没有她的照片，想看看这个女的什么长相啊。那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你。现在这个照片警方已经公布了，而且大纪元对这件事还有一个跟踪采访。那么这个跟踪的片段我也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这个女人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美国警方周日在尼亚加拉瀑布的美加边境逮捕了一名女嫌疑人，将面临多项指控。据悉，该女子持有枪支，正试图进入美国。周一，加拿大警方搜查了嫌犯在蒙特利尔的住处。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白宫近日收到一封寄给川普总统含有蓖麻毒蛋白的匿名信封，并被安全部门截获。该信件由加拿大寄出，还有至少5封寄往德克萨斯等地。据报，被捕嫌犯叫帕斯卡尔·费里尔，53岁，计算机程序员，拥有加拿大、法国国籍，曾居住在德克萨斯。去年3月，因非法携带武器、伪驾照等，被德克萨斯特派团警察局逮捕。同年5月被释放。费里尔将于周2下午在纽约州水牛城法庭出庭。蓖麻毒蛋白为天然毒素，无解毒剂，可导致人在36至72小时内死亡。好，大家看完这个片段，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女人，你看看是女人吗？我看长得像男人啊，是个变性人吧。所以说，这个人本身就劣迹斑斑，就有前科。现在呢，被加拿大和美国警方共同抓捕了以后呢，等待他的就是到牢房里面把牢底坐穿啊。像这种有暴力的人，要对总统下毒手的人，你觉得美国的法律能不严惩他们吗？好，我们言归正传，谈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呢，已经开了好几天。在前几天的大会上面呢，中国的代表呢，他粗暴地打断了人家别的国家的代表的发言，也就是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面有很多国家在这个大会上批评中共的人权政策，批评中共在新疆压制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在这个状态下呢，中共代表呢就野蛮粗暴，他们呢就拍桌子打断人家代表的发言，要求大会主席呢停止别人的发言。那么中共一次这样做，人家大会主席没理他，他又一次这样去做，最后激怒了人家在场的英国代表。英国代表都讲，凭什么不给人家讲话？你中国违不违背人权？你要让别人去发言，你说你没违背就没违背啊！全世界人眼睛都是雪亮的。所以说，英国代表要求大会主席支持这个代表继续发言。Muslims worldwide must be free and safe to pray. Here in this council, China has voted for every single resolution on Islamophobia. Yet back home in China, 1 million Uyghurs arbitrarily... I request the President to make a ruling to stop the statement by the representative. I give the floor back to the Speaker now. Thank you, Mr. President. Back home in China, 1 million Uyghurs have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I regret that the President has allowed the Speaker to continue. Make a ruling and stop the statement by the representative. Speakers can make reference to specific country situa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Speaker should be allowed to continue, as you have said. Thank you. I give the floor to the Speaker. Yet back home in China, 1 million Uyghurs have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in extra-legal political re-education camps. I need to ask the Islamic Group of Nations at the OIC. 中共他的联合国这种霸权行为从哪来的呀？中共动不动去摆他什么大国权威风范，这是大国权威风范吗？这是地地道道的黑社会做派，这是赤裸裸的耍流氓。不知道礼义廉耻，在国际重大场合就拍桌子就打板凳，对人家大会主席就威胁，对人家代表发言就威胁。因为中共呢这2年有了点钱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很多国际组织呢都有了控制力。因为最近这几10年啊，这个世界上这个白左思维啊非常的强烈，白左思维的强烈就导致了什么叫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的结果是什么？政治正确的结果也就变成了很多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要么是女人，要么是黑人，而且这种女人黑人多半都是中共来推荐的，就像谭德赛这样。因为中共用金钱很容易去搞定这些黑人，中共用权力和势力也很容易迎合那些女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呢现在大部分都被中共把控。所以川普总统就昨天在他的这个大会上面就明确批评中共不仅仅是他们倒行逆施，他们仍然捆绑了受中共指挥的世卫组织，对全世界人民进行戕害。所以中共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国际组织耍流氓，美国是看得很清楚的。本来大量的国际组织都
都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所倡导成立的，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为世界人民和平服务的。但是中共自从加入了各个国际组织以后，中共用大量的行贿受贿的手段，用腐蚀拉拢的手段，用色诱和金钱收买的手段，已经俘虏了大量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因此这个世界上现在大部分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现在呢都投靠中共，为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去歌功颂德。所以说川普总统就要求必须改组联合国，必须改组国际组织。对于那些根本就没有办法改组的国际组织，像世卫组织这种，美国就退出嘛。那么这个联合国目前来讲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关头。习近平在本次联合国纪念75周年成立大会上面，习近平也发表了他的演讲。习近平到这个演讲里面已经号召大家不能够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听谁的，因为到了联合国呢，习近平就知道美国在这，美国的拳头比他硬，他现在就号召大家来反对美国，不能听美国的，因为美国不能凭着自己拳头硬。中共你看讲的话，中共对他自己周边的国家，他对哪一个都不是凭着他自己拳头硬，他去吓唬人家，对人家菲律宾啊，对人家越南啊，对人家台湾，对人家日本啊，他哪一次不是仗着自己拳头硬去恃强凌弱啊？所以说中共自己本身就是恃强凌弱的东西。然后到了联合国呢，他知道呢，他在美国面前不敢跟美国摆拳头，你拳头显然硬不过美国嘛，他就号召大家来反对美国，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了，这就是习近平的腔调。而且习近平这个话讲完以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叫张军，他居然说习近平给联合国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中国人啊，他讨好这个习近平啊，他是没有底线的。前2年习近平去参加欧派克会议，他们就说习近平参加欧派克会议就是给世界经济去把脉。今天习近平在联大上发言，就变成习近平指引联合国的方向。联合国什么方向啊？联合国是腐败是专制的方向啊！川普总统昨天的发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川普总统昨天在联合国上的发言一共15分钟，就提了12次中国。他要求联合国就疫情的问题向中共追责，并指出联合国应该要解决世界上各个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也就是目前因为中共隐瞒疫情、输送病毒，给全世界180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180个国家都应当向中共赔偿。联合国如果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组织，就必须承担起让中共赔偿的责任，否则你联合国存在有什么必要呢？ We must hold accountable the nation which unleashed this plague onto the world, China.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virus, 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and infect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is virtu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falsely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Later, they falsely said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would not spread the disease.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If the United Nations is to be an effective organization, it must focus on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world. 川普现在就等于给联合国最后一个机会，你就看联合国这个古特雷斯现任这个秘书长被中共早就俘虏了怎么做。目前美国就是把这个账单开出来了嘛，因为川普总统这个话讲完以后，白宫的顾问纳瓦罗他当天就计算出了中国应该向全世界赔偿的金额，这个金额也就是以上一个年度，也就是以每个国家的 GDP 一年的 GDP 为计算标准。美国去年的 GDP 是21万亿美元，这180个国家上一年度的 GDP 的总和大致是128万亿美元。这128万亿美元的账单，也就是联合国应当寄到中国去。按照川普总统讲，也就是联合国要承担起让中国赔偿的这个责任。这是你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嘛？问题这128万亿，习近平怎么赔啊？现在把共产党的资产，把共产党的国有资产，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中共有没有挣到128万亿啊？挣的那点钱不够贪官贪污的，现在把全世界贪官所有的钱把它没收掉，把中共的党产，把中共国家国有资产全部拿出来做赔偿，还不知道能不能凑得够这128万亿美元。这就是中共现在面临的国际清算，逃是逃不掉的。所以习近平知道美国要清算中国啊，习近平现在就号召大家，你美国不能霸凌啊，不能霸权啊，你不能凭着你拳头硬啊。而习近平这边抗击到美国的拳头硬，他回头就恃强凌弱，用他的这个拳头去打击人家台湾嘛。现在这2天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就说，台湾台海中线是不存在的嘛，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一个国家嘛，我们在台湾领空飞行，我们想怎么飞怎么飞，哪有什么台海中线啊？现在中共已经赤裸裸的去否定台湾中线了。
台湾海峡中线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美国当年制定的，这条中线又称为叫戴维斯线，它的目的本来就是国军和共军互不侵犯。形成这条线的历史是在1950年，当时国军和共军经常在台海上空发生各种空战。但是呢，自从后来国军因为引进了美国的响尾蛇空飞弹之后，并在一次空战中一次头就击落了中共8架军机，8比0啊，8架全部是人家击落了中共的空军的飞机，中共也没有打下人家任何一架。然后空军飞机呢就再也不敢随随便便飞越这个海峡中线了。国军呢也就是恪守这条中线的和平线，国军呢也不轻易飞越这条中线。现在中共不承认这条中线，中共等于就是破坏了长久以来台海之间的和平。那么美国会坐视不管吗？所以说现在美军不但会增加自己的军机在台海上空巡弋，也会呢提供台湾呢更先进的武器，以保证海峡的安全。也就是中共的空军，当你飞越海峡中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国军击落。这就是中共现在所摆在面前的现实嘛。因为美国和台湾建交已经是大趋势，就等待着川普总统连任。一旦连任以后，我认为不在今年，最迟在明年，美国和台湾、中华民国重新恢复邦交，把中华民国迎回联合国武舱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看现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态度嘛，人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布兰斯塔德已经回到美国了，已经没有大使了。而台湾现在驻美国的这个代表肖美琴已经把自己的个人的推特、脸书都改成了驻美大使。那么肖美琴一改驻美大使以后，中共相当的紧张啊，马上就问什么意思啊？怎么就改成大使了？很多人也问肖美琴，现在改到大使是不是现在已经马上就要跟美国建交了？那么肖美琴解释就是什么？他的官方职务仍然是台湾驻美国的经贸代表，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大使也不是他自己自封的，因为肖美琴实际上每天从事的就是大使的职务行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外交官对肖美琴就等同于大使之间的外交级别，和他之间的交往就是按照大使的这个档次互相交流的。因此肖美琴就说，他这个大使头衔也不是自封的，是一种约定俗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外交官就是在平时和他的接触过程中就把他当作大使看待的。他在他个人媒体上面把他修改成大使没有什么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向中共释放了一个信号，也就是台美建交已经在不远的将来了。那么台美一旦要建交，你说中共打不打呢？中共肯定打啊！中共那么多年就是说，台湾如果保持现状呢，可能他们还咬咬牙，每天呢就威胁人家，动不动喊武统。如果台湾真的是宣布独立，台湾真的跟美国建交，那中共100%是打了。那么我就盼着中共打，因为一打中共就死了，中共不打呢也是个死。如果中共不打，台美建交以后，美国大力的发展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台湾毫无疑问来讲，中华民国最终是替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专制邪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00%的。那么中共不甘心他自己的地位丧失，不愿意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中国，那么中共就打啊。问题是你打得过美军吗？打的结果也就是美军会乘胜追击。很多人认为美军一参与，中共打不过美军，中共最多是保持现状，中共就不打了。我告诉你讲，美军要么不参与，要参与中国共产党就得灭亡。你要去看看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美军在它的历史上，无论是1战还是2战，美军只要参战，美军一定要大获全胜。这就像当年2战时候打到最后，当时希特勒也好，日本也好，都觉得能不能签订个和平协议，咱们就不打了，咱们各自谈判，保持一定的势力范围。美军是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啊！美军就是要打到你什么？打到你日本全线投降，打到你日本无条件投降，你必须放下武器，放下你的日本战刀，要无条件投降。美国获得全胜以后，这场战役才算结束。那么同样，75年前的2战是这样。今天如果美军和中共参战的话，一旦打起来的话，美军一定要获得全胜，也就是必须铲除了中国共产党，共军是放下武器，无条件的全面投降以后，才可能达到美军的胜利成果。所以说这个仗要么不打，要打共军必败，新的一个民主共和国肯定就在这一仗之后就完全建立了。现在中共全世界都在围剿他，包括日本。日本的新首相菅义伟刚刚当任，那么菅义伟在执政没有几天之后，日本的地方议会就在9月18号就以19票赞成1票反对的优势通过了一项意见书。什么意见书呢？就是要登陆尖珠阁岛。尖珠阁岛是什么岛？尖珠阁岛日本人称为尖珠阁岛，就是中国人讲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的地方议会现在已经通过了他们议会的议案，也就是日本要开发这个尖珠阁岛，就开发钓鱼岛。
然后要上尖阁岛和它附近的附属岛屿，在岛上修建各种渔业设施。也就是19人投票支持，只有1票反对，1票反对是日本的一个共产党人叫井上美智子，他呢投了一个反对票。那么这个尖阁岛它什么？尖阁岛就是中共的睾丸哇，中共相当紧张的哇，因为中共历来反日，他第一个就喊出要保卫钓鱼岛，对中国老百姓已经宣传了几十年啊，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现在钓鱼岛不但没收复，日本已经去开发了。已经在这个岛上要修建各种渔业设施了。那么为什么日本要选择这时候去修建渔业设施呢？很简单哇，第一，日本换的新首相通过对钓鱼岛进行登陆修缮的这个行为，也就是告诉你中共过去中日之间的那些争端，日本的新首相拿你不当回事。同时，现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美军大量的舰艇、美军大量的航母都在台海附近，都在日本海附近游弋，也就是明确告诉你中共，你要不要动手啊？你中共有没有本事？现在派军队来收复钓鱼岛啊？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又没办法了，因为中共过去跟日本讲，你们讲的是尖阁岛，就是我们讲的钓鱼岛，最多这个岛屿现在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在大家争执不下时候，这个岛屿就闲置，大家都不开发，你也不去，我也不去。那么中共呢，经常有所谓的登钓的勇士，前几年呢，老有这种所谓抗日英雄登钓勇士喜欢登上钓鱼岛。现在呢，钓鱼岛人家日本直接就去开发了，人家开发了你怎么样？你是不是准备打？你看看你能不能有本事把钓鱼岛收复回来？如果你连钓鱼岛都没有办法收复，你到哪去攻打台湾？还武统台湾嘛？你就吹牛跟中国老百姓去玩玩吧。所以呢，中共就是这种纸老虎，不但是美国人看清楚，台湾人也看得清楚，日本人也看得清楚。所以钓鱼岛的开发，毫无疑问来讲，就是日本敢于突破禁区，他呢捏了一下中共的睾丸，看你中共怎么办？你中共最后只能干喊着疼，没本事，没办法。这就是现在国际现状摆在面前，中共动不动就在国际上说这个国家突破底线了，那个国家突破底线了，中共的底线被突破的太多了，现在已经维护不过来了，大家都在突破底线啊，所以中共你就扛着吧。现在因为中共你已经对美国渗透了这么几十年下来呢，在美国呢派出了各种大小间谍，加上呢中共也有无数的贪官呢都生活在美国，那么美国现在在逐步的起货啊。昨天我谈到的那个纽约的那个叫昂旺的那个藏人，这个藏人他昨天的那段录音一放，很多朋友都说听这个口音不像是藏人吗？我个人也是这么分析的。这个人呢，可能藏人民族呢是藏人民族，但是呢，这个人不像是在藏区长大的，多半是在四川或者成都地区长大，因为他父亲是个军人嘛，他很可能是跟他父亲一起呢是在四川地区长大，所以我认为汉语反而是他的母语。至于他讲的那个藏语只能算是家乡话了，也就是说偶尔跟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如果是藏人的话，会多少说一些藏语的家乡话，但是他自己的母语，他是从小在汉语这个母语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的汉语讲得相当好。那么正是因为他又是藏人，又汉语讲得很好，而且呢，他很小的年龄就进入美国。按照他讲的，他在中国受到迫害，被抓进监狱，我个人认为是假证比，因为他那么小的年龄，中共不会用政治问题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的。所以说呢，他在美国一定办的是一个假证比。根据他的起诉书上面已经指明，昂旺他已经被指控在美国陆军预备队录用时候，他做出的都是虚假陈述。那么他在美国入伍的时候，他可以虚假陈述，难道他到美国来办证币的时候，他讲的就是真的了吗？而且起诉书说他隐瞒外国政府或领事馆跟他有联系，以及他有电汇欺诈的罪名。所谓电汇欺诈，就是他2016年他汇了15万美元到中国大陆。他一个警察1年的年薪最多5万。他16年凭什么就1年能拿出15万美元，而且汇到中国大陆了？所以说他现在的这个罪名已经好几个。目前呢，美国检方认为他有潜逃的风险，所以说呢，他是不予以保释的。他很多罪名，他这些罪名如果全部成立的话，他将要被判55年的徒刑。所以说他现在是肯定不能保释，但是呢，很难说。为什么呢？上次唐娟也是有潜逃的风险，也不准保释的。后来不就突然冒出了一个什么 C 先生吗？这个 C 先生现在会不会再出来一次呢？ C 先生讲他要回报华人社区啊，那么你回报一个唐娟是不够的啊。你既然做好事做到底，你现在就回报一个曾经当过警察的这个华人嘛。所以说 C 先生你就再来保释一次昂旺吧。你跟唐娟也是素不相识，你跟昂旺还是素不相识，你也可以到纽约法庭再上演一次声泪俱下的要求
求你要回馈华人社区。上次保释了唐娟，一次贡献不够，你这次呢再保释一次昂旺，这样的话就把你的贡献就做好了。我觉得再冒出一个所谓的 C 先生来保持昂旺也不是没可能。那就看昂旺掌握了多少机密了。昂旺掌握的机密越多，越要把昂旺灭口，越要把它抢救出来，然后想办法灭口。如果是小混混没什么花头，那你就把美国的牢房走一走吧。共产党卸磨杀驴，共产党不会管你的。但是从昂旺的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你说昂旺是中共在国内就潜心培养，我觉得不太会，因为中共不敢把自己所谓潜心培养的人送到海外去，或者是万一到海外享受了西方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他们就叛党叛国了呢。所以说中共如果在国内就培养，送到海外是有风险的。像昂旺这种没有经过党国长期精心培养的人，就不一定舍得去。他在海外只能是发展什么？谁混得好，谁给中共有利益，中共就发展他。昂旺多半是这样，到了海外以后假振臂混到了身份，然后到美军里面又混上一个预备役，完了以后担任纽约的警察，能够掌握一定的信息，那么中共就把它发展了。我觉得中共这种可能性最大。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暴露出什么？暴露一个非常恐怖的现实，就是中共领事馆它有专门的人是监视华人社区的，包括华人在美国的藏人啊、新疆维吾尔族人啊、汉人啊，各个社区通通通过他们的各个点和线，通过他们的线人对华人社区了如指掌。像昂旺这种被收买的警察，积极向中共领事馆汇报的人大有人在。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到美国来，他们要办什么振臂，他们办振臂很多人都是欺骗美国的假振臂，更何况他们在办这个振臂的过程中还打击那些真正的反共人士，而这些人振臂他们是拿不到，拿到以后也会被美国重新审查。像昂旺这一类通过假振臂混到身份的，将会给美国全部调查，包括那些入籍的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因为你入籍的誓言上面已经说过，你是放弃对你原来的宗主国、原来国家的领袖、原来国家的领导人的忠诚，放弃你原来国家里面政党的忠诚，而是归化于美国，而是忠诚于美国，并且愿意为美国的国家奉献你自己的。所以说你违背了你的誓言以后，美国同样可以注销你的公民身份，就更不要说你拿到的什么绿卡。所以那些骗振臂的人，尤其现在那些25cc，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追随什么方向，然后听到骗子去骗，然后就去对海外很多异议人士、对很多反共人士进行辱骂、羞辱，甚至动手施以拳脚，不惜触犯美国法律的人，你还办振臂呢？你就等到美国坐牢吧，坐完了牢你肯定被遣返，遣返你回到共产党那边，共产党还会再惩办你一次，你还要再坐一次牢，你就自己好好算算，你在美国犯罪你会承担多么大的一个后果。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